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七星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来看一下你七大脉轮当下的一个能量状态，以及当下呢，我们从七大脉轮里面可以看到你的脉轮所传递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讯息。今天呢，我们想通过连接宇宙的能量呢，来帮大家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能量状态的一个检测。那脉轮的能量呢，其实是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都会存在的一个能量轮子那么从我们的脊椎底部到我们的头顶，我们经常在占卜当中所提到的，比方说海底轮、腹轮喉轮、三眼轮、顶轮，那么这些能量呢，都是具体的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那么每一个能量的轮子呢，都对应着我们的一个部分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部分，有很多方面，那么每一个轮子呢，它所掌管的方面都各不相同。那么今天呢，我们想来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能量检测，所以今天的大众占卜呢，可能跟往期会有一点不同。我今天呢所连接的这个能量是来自当下我通过抽牌看到大家因为是大众占卜嘛，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脉轮的一个状态。那么在你面前呢，就有分到从左到右，从最底下的海底轮到我们的顶轮，7个脉轮里面的一个状态的牌卡。然后呢，我们今天去解牌的话是这样子，大家可以去看，就是说2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如果你对你整体的脉轮能量都感兴趣，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对脉轮的信息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么你都可以从左到右，就是依次来听，从海底轮一直听到顶轮，每一个脉轮信息当中都会有对应脉轮的一个解释，以及当下我抽到和连接到你脉轮的一个能量状态以及传递的信息。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如果说你对脉轮也比较的熟悉，或者是说你觉得当下你只对某一个脉轮或者是某几个脉轮非常的有感觉，那么等会我们会通过冥想来给大家去做这个连接，你可以跟我一起通过冥想去看当下呢，我们的这一组能量的连接里面跟你最有连接的脉轮是哪几个，那么你就可以通过点开那几个脉轮的时间节点去听其中几个脉轮当下的一个状态，以及要传递给你的重要讯息。所以我们今天大众占卜是一个不太一样的抽牌环节，不太一样的选牌环节，大家可能需要在形式上做一些调整。那么看一下你觉得当下自己最感兴趣的，或者是最有感应的是什么。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牌卡和宝石。今天呢，我们讲的是脉轮，所以呢，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大家可以看到有7张牌，对应的是我们7大脉轮。那每一个脉轮呢，都有一个跟它相连接紧密的宝石。我今天选的是7个比较典型、比较代表的一个宝石，那么还有其他的很多宝石都可以对应在这个脉轮里面。那我们依次来看，首先是第一个海底轮。那么海底轮呢，我用的是澳洲红碧玉 OK， 是来这个给大家看澳洲红碧玉代表着我们的海底轮，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张牌，对应的是海底轮的能量。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腹轮 OK， 大家也可以看前面的我也准备了一个脉轮的这个小小的一个 totem 海底轮是这一个，然后是我们的腹轮。那么腹轮呢，我准备的宝石是你面前的虎晶石是虎晶石，大家感觉一下。接下来我们的脉轮是太阳神经丛脉轮太阳神经丛脉轮，那么我这边选的是琥珀，那么对应的是这一个太阳神经丛脉轮，黄色的太阳神经丛脉轮。好，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在那个时间节点里面看那么首先就是先选牌，然后我们来看心轮心轮，我们这一个我这边是用的是孔雀石好，心轮，然后再往上呢就是我们的喉轮喉轮是这一个，大家看这个。那么喉轮呢，我们这边是青金石我的青金石比较大，所以就拿了这样子一个就是心形的，它其实是在那个就是树脂吧，就是包裹起来的 OK， 但是它里面就是青金石，大家可以看就是这个颜色的。其实平常我占卜里面应该有拿过那个青金石的石柱，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就是那个青金石，藏蓝那个颜色
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三眼轮，大家看是这个。那么三眼轮呢，我这边是紫水晶，好不好？这个是三眼轮紫水晶，好的。然后最后是我们的那个顶轮。那么顶轮呢，我是有很多就是白色的宝石，但是我还是认为，因为我在自己的那个连接里面，顶轮一直对于我来讲都是白水晶从来没有变过，所以我还是给大家用的白水晶。顶轮白水晶，其实顶轮也有很多的其他的宝石可以用但是呢，我这边就是白水晶我个人来讲的话，顶轮就是永远都是白水晶，所以这个三眼轮我一直都是紫水晶，也是我平常用的最多的一个对应的宝石吧，也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我们7大脉轮7张牌卡对应你的能量状态，然后呢是7大脉轮对应的能量宝石，给大家介绍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一个冥想。冥想呢是这样子，大家可以去跟我一起冥想，然后呢选择出当下你认为跟自己最有对应、最有感觉的脉轮，那么可以从这几个脉轮开始着手去倾听，去连接这个状态，并且了解这个脉轮里面的信息和当下要传递给你的重要的能量或者是一个讯号。好的，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那宇宙，请你告诉我，当下我的7大脉轮里面是哪一个脉轮，或者是哪几个脉轮？当下呢，和我之间有重要的讯号和传递。请宇宙把这几个重要的脉轮的能量呢，告诉我，让我呢可以通过这一组塔罗占卜连接到当下这几个脉轮的信息，以及要传递给我的重要讯号。请宇宙给我指引。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7张不同的牌卡，或者是对应的7大能量宝石。那连接一下，感应一下，究竟哪一个脉轮，或者是哪几个脉轮的能量当下呢和自己是最有感应、最有连结的呢？那么我刚才讲过，今天大人占卜可以全部都看，可以看几组，大家自己去做一个选择，好不好？好的，那如果你已经感应到了，就是当下最跟你有连接的这个脉轮，然后呢你想去听这一组的讯息，这个脉轮究竟想要传递给你的讯号呢，我们就来看下方的时间节点，那么我会放在描述栏里面好，那我们就待会儿见啦。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这个第一组吧，我们这边是从下往上海底轮的朋友那么海底轮，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可能会比较就是多的去讲这个脉轮的能量。首先呢，我把这个脉轮把它给就是从这一个里面把它抽出来，放到这张牌里面大家可以看从这里到这里。那海底轮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一个图腾想象成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的轮子，或者是能量的具体化，它藏在我们的脊椎脊柱骨最下方。那么海底轮它也是我们7大脉轮里面最下面最底端的一个能量。这个能量这个我们所谓的脉轮，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安静的状态，它相对于我们最上面的脉轮，我们看这一个顶轮的能量，顶轮就是比较活跃的那种，但是海底轮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定的感觉它是定在我们的这个脊椎骨之下的。那么海底轮，大家如果去想这个轮子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就想一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能量体的话，那么海底轮的这个轮子就相当于把我们的这个能量体定在了我们的身体里，存放在了地球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一直在能量的这个就是我去做这个脉轮的能量连接的时候呢，对于海底轮来讲，我一直都是认为它是一个就像是一个锥子就像一个锥子，它把我们的灵魂镇守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镇守在我们的地球之上，它保证了我们的安全。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的这个能量体或者你可以想象成你生命的本源
对吧？它存放在你的身体里面非常的安全。那么海底轮就是起到一个镇守的效果。所以我们看啊，这个海底轮，大家看海底轮的样子啊，它首先是4个花瓣，对吧？它应该是莲花的那个花瓣，然后呢是一个圆形，接下来呢是一个正方形。正方形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地球啊，就是我们的地球。所以你看海底轮是一个方形的，非常的稳固。那么最后的这个三角是什么呢？他们讲这个三角啊，我们看这个梵语里面是这个图腾 ，OK， 是这样子一个图腾，它这个是梵语，但事实上这个三角就是我们昆达里尼，它是一个昆达里尼之蛇啊。那么什么是昆达里尼之蛇呢？你可以想象成它就是一个像蛇一样的，或者是想象成三角形，它就是一个有形的生命力。刚才我讲过，我们就是每一个人如果都是一个能量体的话，那么这个有形的生命力像蛇一样的被镇守在，或者是镇压在我们的海底轮这个位置，来保证我们这一生这一世在地球之上的安全。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海底轮，一般我们去讲海底轮都是去讲它能够给我们的是什么？安全感。那么什么东西给我们安全感？那么在地球之上就是物质世界给我们的一种安全感，包括我们的房子，包括我们的家，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所谓的基础。我们要生存在地球之上，对吧？无论大家现在是修行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学习灵性的道路之上，或者是你刚刚开始接触，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地球之上的。我们在用着地球的语言去沟通，用地球我们这个生命体的这个人类的这个生命体去连接，对吧？所以我们是在地球之上去谈这个能量。那么这个海底轮大家可以可想而知它的重要性，只有它稳定了，平衡了，才能够保证我们继续往上去追寻，对吧？我们接下来还有6个脉轮，我们慢慢去看。所以我们这边大家可以看这个图，我觉得它这个画的也挺好的。我一直认为这张牌它的海底轮，它的这些背景就是我们在讲根系，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的这个毛细血管，对吧？它是庞大的、错综复杂的，但是它是一个整体的，它能够让我们这个生命得以生存，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灵或者是我们的能量体得以安全的存放在我们的身体里，让我们去完成我们来到地球的这一世的显化里面灵魂所需要的、所召唤的、所渴望的一个探寻之路。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海底轮海底轮。然后我们这个颜色，大家看大地色那么海底轮最后一个呢，我想讲什么就是海底轮其实是我觉得海底轮应该是2个能量，第一个能量呢是火，第二个能量是土。那么土的能量非常好解释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稳固性嘛，就是在这个地球连接在这个地球，我们的这个母亲，对吧？地球母亲。那么这个是土，那火是从哪里来呢？我们在讲火，它是地火。这个火不是我们平常讲的那种，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它跟我们的那个太阳神经丛脉轮不一样。太阳神经丛脉轮的火呢，就是比较像是燃烧着的火。那么什么叫地火呢？它是在里面，它不是那种熊熊烈火，它是那种一直在燃烧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地火就是那个火山岩浆。其实我们平常看不到火山岩浆，但它一直都在燃烧。这个是最好的形容我觉得是海底轮一个能量的我觉得是一个比喻吧。那么我每次呢在连接海底轮的时候，我也一直是用这个就是那个火山的那个岩浆，就是土和那个火融在一起的那个能量，作为我们的海底轮最具象化的一个对应所以这个是海底轮，我们讲到这里。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第一副牌的朋友，我帮你们抽到的一个能量牌卡，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当下海底轮的一个能量状态。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那么第一副牌的朋友，我抽到的呢是凤凰我抽到是凤凰。那么这张牌凤凰这个牌给我的能量的感觉，就是你当下海底轮的能量，我认为是很强大的我认为是非常强大的。凤凰本来就是涅槃重生，就是在火焰里面化为灰烬，又从火里面飞出来的一个能量。我们刚才讲海底轮是地火，那么凤凰飞出来了我觉得是已经从那个
灰烬里面燃烧出来新的生命体啊。所以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海底轮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焕然新生。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海底轮应该是经历了一番什么呢？我觉得是蜕变。可能以前有过一些，比方说挣扎也好，或者是挑战也好，但是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海底轮当下的能量是非常好的，它代表着可能一个蜕变已经完成了，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啊，它已经被你经历完了，已经被你走过了，而当下的你有一种焕然新生的感觉，过去的不安全的感觉，或者是之前可能有过的那种不稳定的感觉，我觉得现在是在平稳的迈向新一轮的周期，稳定、稳固、新生、生命力强大的在往前走。OK， 那么凤凰啊，我们这边凤凰其实它有这种飞嘛，就是那个鸟飞，所以我觉得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海底轮的能量当前我觉得是非常平衡，并且是很强大的一股，就像是那个发动机啊，柴油发动机，它在把你们的能量往上带。那么我们讲完了海底轮，接下来就会讲这个腹轮啊，这个能量是从下往上的，所以我感觉到了一股很强烈的能量的扬升，就是这个转啊，它的这个海底轮它转得很好，那么往上转了以后呢，它就开始激发你的这个腹轮的能量啊，也帮你去带动和调节。所以我看到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的海底轮的能量我觉得是非常棒的，这一股很强大很平衡的海底轮的能量能够使你们当前我觉得是很稳固的在地球之上。那么对应在你的家庭啊，在你的基础啊，在你的物质啊，可能在你的这个生存相关的问题或者是课题里面，我觉得你们都做得很好，做得很棒，而你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感知或者是感受到你们的身体或者是你们的灵性在召唤着你们去品尝或者是尝试更多的更丰富的更精彩的生活这个是我当下感觉到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你当前的海底轮 OK 想要传递给你的重要的讯息和讯号有什么样子的内容我们来听一下。我们今天有3张塔罗牌来跟大家一起解读一下当下你的海底轮想要告诉你和传递你的讯息和讯号有什么样子的信息我们来听一下。好，感恩宇宙。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海底轮当下传出来的重要的讯号或者是讯息给当下的你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圣杯骑士的逆位。好，刚才还有一张牌在这里，金币国王，然后是这个圣杯8逆位的。好，当前吧，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刚才我讲过你的海底轮的能量，我刚才说的是非常的强大，非常的稳定。那么我们今天的中间这个牌，就是你当下的这个金币国王，确实就是根深蒂固的感觉。当前呢，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海底轮真的非常的好，一个很稳健的海底轮，能够保证你其他的，因为我们还要往上讲嘛，其他的轮子就是有一个好的基础，海底轮就是我们的基础，就是我们的根基。有了好的根基，那么你就可以不断的去孕育和生发。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金币国王，你看这个这个大海龟，你看它上面这个树就是根系非常的发达。这个树呢，它可以移动，因为有海龟在这个地方，海龟可以动。那这个根系已经牢牢的跟海龟连接在了一起，非常的稳定。我们可以从这张牌里面看到一个稳定的海底轮，它可以帮助你们去生发，帮助你们去培育，帮助你们去酝酿。而金币国王正好说的就是这个能量。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一定要多多的相信自己，稳固自己的根基。你们好的基础一定能够让你们达成所愿。往上的路，往前的路还有很多，还有很远，所以你们好的基础能够让你们到达那里，你们一定要相信这一点那么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第一个呢，我们有一个圣杯骑士的逆位嘛，说明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之前你的海底轮可能经历过一番所谓的有一点不是这么舒服的感觉。那么这个不是很舒服的感觉可能来自于你情绪上的一些波动。那么我们的圣杯骑士逆位让我看到是也许
有一些朋友可能在情感的方面可能会遭遇或者是经历过一些挫折，或者是感觉到自己有一些真正的想法，真正的一些情绪没有得到一个认同，或者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表达，导致你们生活的基础有一点动荡和不稳定。但是呢，我看到是这一切已经过去了，已经有很大的好转了。而当前你应该着重的，或者是你应该专注的是你自己的根基。如果说之前情感上的波动是来自于和别人和对方的一些连结，那么当前我们看到海底轮给出的重要信息是，有些事情你就算不想离开，就算不想改变，也未必能够真正的控制得了。因为有些事情不是我们一个人能够决定的，或者是能够取决的。但是呢，生活当中的有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这边看到的，可能是你的身体健康，可能是你的稳固的基础，可能是你的物质、工作、学业能够带给自己的安全感。那么这些事情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掌控的。那么宇宙在告诉你你的海底轮的能量需要你的这一部分的掌控。也许你很想去得到的东西是锦上添花，那么一定不要忘记了自己的基础。稳固的基础，庞大的和地球的连接，能够让你根深蒂固的扎在地球之上。而你需要的和渴望的体验，能够通过不断的向前，不断的去探寻，慢慢的都能够得到。我们看到这个海龟上面的这个树灵树后面都是闪闪发光，群星闪耀，说明很多朋友你们不要担心，就是你们人生到达的那个巅峰和高点，它一定会来，它一定会到。只要你们的根系足够的稳固，只要你们足够的有这种扎实的基础，那么只是时间的问题。你看海龟嘛，就是有一点慢，但是却很稳定，所以不要担心可能之前经历的挫折、转弯或者是一些不顺，他们最终呢都会过去。而你要做的，我这边看到最后的这张牌是圣杯8的逆位，就是有一部分朋友可能还是有一点心里过不去，但是呢宇宙在讲，也许有些事情属于你的终究会来，那么有些事情如果不属于你的话，请你当做宇宙给你的最好的保护伞。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能够感觉到你的海底轮这种强大的能量是宇宙给你的礼物，是宇宙给你的祝福。他希望你能够在地球之上好好的过这一生这一世，好好的去体会人间的美好。而那些所谓的情感里的波动，或者是一些让你不开心的人和事情，他们终将过去。而你继续朝前，继续往前走自己的路，你终究在这条路上遇到属于你的和你心意相通的灵魂伴侣，或者是你希望遇到的老师和好的朋友。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当前我们的这个海底轮信息里的这个凤凰之灵它为你打开的是一个力量之门。我们刚才讲过地火，我们凤凰也是火，那么火元素呢是激发是激发什么呢？是新的东西，激发出你的灵感，激发出你的热情，激发出你对生活的热爱，激发你灵性当中的自由。所以我看到当前第一组牌的朋友，如果唯一我们要是去看一下就是你要注意的信息的话，我觉得就是不要让你的过去阻挡了你美好的将来和明天，就这一点我觉得其他都非常好。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状态从海底轮里面看到的是往前冲的感觉，是往上走的感觉。你们足够强大的海底轮能够让你们继续向前去追寻你们想要的明天未来还有光明。 OK， 好，那这里呢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所看到今天呢我们7大脉轮里面海底轮的一个信息那么等一会儿呢我们就来看你的腹轮的信息那我们就待会儿见了。Hello， 大家好。那这里呢是我们腹轮的一个信息腹轮。那么首先呢是这样子，我们今天腹轮对应的是这个虎鲸石嘛，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这是我们的腹轮我们还是这样放好了。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每个脉轮它的这个标识那么这个标识呢我把它拿下来放到这里，因为这个比较大我们好看嘛。我们来讲腹轮的话，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腹轮。那么腹轮是什么呢？首先腹轮它是7大脉轮里面的第2个脉轮，对吧？往上，从下往上，我们刚才讲了海底轮。那么腹轮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肚脐以下，我们的这个小腹这个位置这里有我们的肝胆有很多我们的内脏都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的小腹也在这个地方啊，肠道都在这个位置。我们都知道这个小肚子啊，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都是一个很脆弱的地方。那么腹轮这个地方在小肚子这里呢，也非常的软，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来看啊，我们有很多信息其实都可以对应到这个这个图腾嘛，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等会儿一起来讲。腹轮首先啊，它是一个6个莲花的花瓣，大家可以看那个海底轮是4片，那么腹轮是6片啊，1、2、3、4、5、6。然后呢，它是一个圆，每一个都是那个莲花包裹。那么腹轮里面是什么图腾呢？它是一个新月。大家可以看它是一个新月，就是从这个地方到这里是一个月亮，对不对？那么新月它是一个倒挂的，新月一般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样子新月亮，你看月亮。那么腹轮是一个倒挂的新月，这个呢，大家看是不是特别像我们的圣杯那个杯子？对吧？那个杯口，然后是一个那个高脚杯，对吧？所以腹轮是新月，然后呢，它的这个圣杯里面盛的是水，那么这个水不是一般的水，是什么水呢？是潮汐。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到吧，就是女生啊，每个月不是来事儿嘛，所以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女性的这个生殖是有关的。所以腹轮它就是跟生殖有关，它有管我们的性，管我们的这个欲望。这个是水，我们的渴望，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这个都是腹轮这个轮子能量转动所带给我们的能量。所以腹轮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脉轮。那么我看到是一个好的强大的底轮，能够让我们去感受更多生活里的美好能够让我们把这个能量从底往上去传递，来到腹轮，我们去感受生活，我们去感受生活里的甜，我们也有可能感受生活里面的苦，对不对？那么有的时候呢，当我们的腹轮能量就是过于的转动快速，或者是过于的慢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在讲失衡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会看到一些幻境，比方说我们想要一些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有一些幻觉，那种过于美好的东西，这个也都是腹轮如果是失衡的话，会带给我们的一种错觉，它可能会大量的消耗我们的精力，消耗我们的时间。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有的时候如果当我们求而不得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很多，想着想着时间就过去了，而想了之后你会觉得非常的疲累，这个时候就是典型的腹轮它的能量是不足的，或者是它的能量是过于的快速的，它想往上激活，它想往上带动，但是却没有力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是很好的去平衡我们的腹轮，它能够让我们去感受到更多的快乐和美好，它能够让我们去抓住这个现实，因为它跟底轮是连接在一起的，它能够让我们很好的去抓住现实，去感受当下我们可以去感受的，我们可以去创造的美好。那么当你的腹轮非常的平衡，非常健康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你呢，就是充满着想象力。这个想象力不是幻觉，而是一些灵感，能够带给你生活的新意或者是你工作当中需要的创意，或者是你能够很好的去表达，你能够去建立很健康的情感关系。OK， 那你也可能会是一个情商非常高的人，你的生活就是非常的平衡，非常的美好。所以我觉得腹轮其实是我们当下怎么讲呢？我觉得是很需要我们去着重的一个能量，因为这个能量它如果就是好的话，这个脉轮如果健康的话，这种快乐它是需要我们去感受的，这种感知能力又正好是我们现在的电子信息时代所缺乏的。我们太过于快速了，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时代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去往前，不断的去往上，而忽略了基础。而这个基础尤其是对于我们的人类来讲，我觉得如果我们是学习这个灵性的话，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要去锻炼我们的感知能力的，而不是做一个麻木不仁的人，而不是去随着大流去争或者是去走或者是去看，而是要更多的沉下来，沉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灵性里面去，沉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能量体里面去，完成我们每一个人这种独立的特别的宇宙派给我们的任务神圣的使命。好，那我们腹轮呢就先讲到这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当前呢你腹轮能量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检验一下当前你的腹轮的能量。那么今天呢，我抽到的这个对应的能量牌卡，大家可以看到是羚羊。
是羚羊。我们当前这个羚羊的能量，其实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点缺水的是有一点缺水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复轮它是一个水，它的主能量体是水，主的这个元素是水，而羚羊的这张牌能量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点缺水的。当前羚羊的能量它给出的是土和火是土和火，我觉得是有一点缺水的。那么这个羚羊的能量让我看到是当前就是很多朋友你们的复轮的这个情况吧，我觉得它需要更多的滋养，需要更多大家去把能量收回来，放到你自己的身体里，或者是说把能量收回来，从过去收到当下，从未来收回到当下，从别人收回到自己。大家感觉一下我觉得当前你们的这个复轮是需要更多的滋养，需要更多的滋润，来让它转得更加的快一点，或者是如果太快的话，要让它慢下来。我觉得当前复轮的能量情况是稍微有一点弱的，是稍微有一点疲倦的感觉这个是羚羊给我的感觉。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如果说当前大家很多的能量给了别人可能是关注到别人，关注对方，关注他的话，那么你的复轮的能量可能感受到自己的这种快乐就会下降。你要更多的把能量从别人，从他那个位置收回到给自己，你就能够更多的感受到对方的行为，所说所做所行，那么带给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你的感受是快乐的吗？你的感受是很喜悦的吗？还是说你的感受是不开心的，或者是没有被重视的？这些感受你把它储存起来，你接受它，就能够很好的去让你的复轮得到一种修复和疗愈。因为就好像是这个轮子的能量需要你的肯定，需要你去接受它当前的一个状态，你才能够开始去给它需要的能量，来使它转得更加的滋润润滑。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如果当前你非常想得到一些东西，比方说你想感受到更多的快乐，你想要你的欲望得到实现，但是呢，当前在现实的当下的这个形式里，你如果求而不得的话，但是你又非常想要的话，然后你如果想很多的话，那么你的复轮就会转速过快，而使它非常的疲倦。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需要你们去慢下来，慢下你们的脚步，去重新的去看你当前思想，你当前内心当中所谓的这些欲望这些需求它是不是真正实实在在的，或者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对你的生活有好处的。有些东西，有些欲望，有些想法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但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思绪，我们的一些念头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健康。这个时候我们要有这种觉知觉察的能力，让他们我们所谓的看到他们，然后放下他们。我们要学习放下放手，这样子才能使我们的内心更加的平静，从而可以平复转速过快的复轮，让你的复轮得到一种修复。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当前你的复轮想要传递给你的重要讯息。我们今天是3张塔罗牌来看一下，解读一下你的复轮当前要传递给你的重要讯号以及重要的讯息。来，感恩宇宙。好，金币5，宝剑国王，金币2的逆位，当前吧，我看到是这样子就是你的复轮传递的讯号，确确实实我觉得有一些朋友，我觉得是有求而不得的感觉，或者是说你需要帮忙，但是呢，你看不到谁能帮你，或者是你很需要援助，你看不到可以去帮自己的讯息和信号，比较的有一点感觉有一点小小的苦味有一点小小的苦味。但是我觉得这个苦味它是在过去的，
啊，因为我们今天这张牌金币，我觉得它是在过去的。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在感知和感受这个地方，它的能量啊，一个是什么呢？感觉到就是世间可能有一点冷漠，你感觉到人与人之间很冰冷，没有你想要的那种温暖，或者是你没有得到别人和你一样的温暖。也许你给过别人很多的温暖，但是当你需要别人的温度的时候，他却没有回应给你那种温度，让你觉得心很凉，让你觉得心很冷。那么这个呢，可能是过去大家的一些经历。可是呢，你要相信的是什么？就是那个人给你的冰冷，或者是那个人没有给你回应的温度，不代表下一个人不会有。因为你曾经给过温暖和温度，你就要相信你就是这个世界里非常重要的存在，而一定你不是一个人，对不对？既然你能做到，一定有更多的人能做到。你要相信的是，你需要去寻找，你需要的是遇见，你需要的是相信，因为你自己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信仰，对吧？尤其是我觉得是有些朋友，如果你是很温暖的一个人，你是一个很有温度的一个人，你曾经帮助别人，你也很愿意帮助他人，但是你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和你期待的不一样的话，那么你一定要相信的是，不要因为那几个人那些不好的人而阻断了你的相信，因为你就是那个值得你相信的人，因为你那么的美好，你存在，那么一定还会有其他的人存在。所以说我就看到第一张牌这个金币，我就觉得很想去给大家围一个那个围巾，就是你要相信的是这个温度和温暖，你要相信的是因为我们今天讲副轮是感知嘛，哪怕有的时候就是你内心的这种相信，哪怕还没有遇见，其实你在某种程度已经发送出去了这个能量的因子，你已经在修复你的副轮了，对吧？而不是让它的冰冷让你再一次的冰冷，而是阻断这个冰冷的能量，让自己相信这个帮助它一定就在转角之处。你只要相信它，你就一定能遇见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其实快乐和感受快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感恩的，值得我们去感觉到快乐的，但是我们却没有感觉到。为什么？我们的感知能力在下降，我们的副轮在变得非常的缓慢，转得非常的就像那个老牛车，很慢很慢。我们要改造它，我们要给它上润滑剂，我们要给它这个修复，我们要给它维护，从而使我们的这个副轮的这个轮子转动很快，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世间更多的美好，不断的去散发感恩，不断的去散发美好，你就能收获更多的美好，收获更多的幸福感、快乐感。那么第二个能量呢，我们这边有一张牌是宝剑国王，这张牌很重要。这张牌呢在告诉我，当前其实你要做的是下定决心，你要做的是整理自己的思想，你要做的是看向你的远方。我们今天的这个宝剑国王是一个凤凰，对，就是一个鸟嘛，就感觉到你要飞上去，你的思想要飞上去，你的想法要飞上去，你要有一定的大局观，你要站得高看得远，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你去解决眼前的困局，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帮你去斩断不必要的牵挂和枷锁。这些所谓的连接，有些连接是滋润你的副轮，有些连接是让你的副轮变得干渴。所以我觉得当前你要去看一下你的关系，你跟不同的人的关系，你跟你周围环境的关系，有些关系需要你做决断，需要你去做一个斩断不健康的关系需要你做一个斩断，也需要你去着重的，我们开始看了最后一张牌金币二，着重的去培养那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今天看到金币二的能量是一个逆位的，代表着有些朋友可能会想要的有一点多，这个并不是问题，也不是你的错误，只是说当前你的能量可能没有办法去让你同时去完成两个事情，或者是同时的去驾驭两个关系，同时的让你分身不行。当前我觉得这个朋友你抽的这个副轮就是你需要去看你生命当中你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你一定要把它给拉出来，整理出来，并且全身心的投入进去，给它最多的滋养。
给他最多的时间，给他最多的能量。你能在这个生命的主线里面找到你的快乐。那么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有些朋友家庭、事业家庭、事业，甚至还有这个老人、小孩，那么这些事情都非常的重要，但你一定要拉出你的主线，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精力真的是有限的。我们要知道，在生命的当下的这个时刻，是你的工作、事业最重要，还是你的感情最重要，还是你的父母亲最重要，还是你的小孩最重要？你一定要有一个重点。只有你找出了你生命当中此时此刻的重点，并且去以它为主，以它为重，你就能够在这个地方感受到你值得拥有的快乐感和幸福感。那么这个地方也需要大家去看啊，这个所谓的重要是你觉得重要。我们今天讲的是复轮感知能力，不是别人让你选择谁，或者是选择哪一部分，是你自己心里的感受。你觉得当前什么东西是你最想去培育的，什么能量是你当前最想去给予的，那么这个才是你需要去判断的东西。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羚羊，它讲的是新的道路。这个羚羊当前没有奔跑，我们知道羚羊一般是奔跑，但它现在没有奔跑，它在回头看。它在看什么？他在看他过去的路，他过去走过的路，他过去所做出的每一个转弯，每一个决定，是否是真的和他的目标相对齐，所一致的。所以同样的我觉得当前选了复轮的朋友，你们就要看你过去走过的路，你过去所做的决定，它是否和你终极的人生目标和理想是对齐的，是一致的。当前是一个很好的停歇的阶段，因为我看到这边你的复轮缺水嘛，所以当前你要去看什么样子的决定，你过去做了什么样子的决定，你看到它的显化了以后，给你的感知，给你的感受是快乐的、幸福的，不快乐的、不幸福的，这个回馈就是你当下所能给你最好的指导和导航。你就知道前方的路应该怎么走，前面的选择该怎么做。所以快不快乐，只有我们每个人自己心里知道，别人看到的那种光鲜亮丽，未必是我们心中所属，未必是我们心中之所向。所以呢，希望所有的朋友选到这个复轮的朋友，都能够真心的面对自己的心，都能够真心的去感受到，勇敢的去面对每一个抉择，让自己可以更加快乐的每一天都选择快乐的生活，好好的生活，爱自己。好了，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复轮的一个信息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啦。那么等一会儿呢，我们就来看太阳神经丛脉轮。 OK， 那我们就待会儿见，拜拜。 Hello， 大家好。那这边呢是选择到太阳神经丛脉轮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你们的能量宝石琥珀，放在这边。好，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我们的这个脉轮我们从海底轮这个，然后讲到复轮，然后我们现在是太阳神经丛脉轮，是我们的这个金黄色金黄色。好，那讲到太阳神经丛脉轮呢，我们就一定会讲到胃火，因为胃这个地方就正好是我们太阳神经丛脉轮的一个地方。那么讲到胃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胃就是帮我们消化食物，所以太阳神经丛脉轮这一个脉轮很重要的一个能量，就是帮我们去消化。那么消化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去消化成我们能够吸收的能量因子，并且释放到我们的全身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能量就像那个太阳一样，其实太阳也是一个火，对吧？它是个火球，它在不断的燃烧一个燃料，然后呢把它的那个射线发射到我们的地球，使我们感到温暖。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之所以叫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都是一个小太阳，其实这个太阳之火，也就是我们内在的这个火焰，就存在我们的胃里就存在我们的胃里。所以我们的这个太阳神经丛脉轮也叫我们的内在的火源。这个火和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海底轮的地火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内在的一个火焰，这个火是永远都在燃烧，而且是不灭的。
所以最好的一个比喻就是太阳，对吧？我们现在都知道太阳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它都是一直在燃烧，它是不灭的那个火焰，只是说白天我们看到它啊，晚上我们看不见它，但是它一直都存在于那里。太阳神经丛脉轮是一样的，胃里面的这束火，也就是你的太阳神经丛脉轮，它一直都在燃烧，一直都在旋转，帮你去消化，帮你去运化。那么它所发出来的射线，它所能够帮你去释放的能量，也是帮你去完成我们在讲到这个太阳神经丛脉轮，去完成你的想法，去实现你的目标，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个人意志力，个人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自信心，也是我们个人的一个身份、自我价值感，包括我们的内在小孩，我们的自尊心都是在这个脉轮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比方说因为一些事情，比方生气或者是难过没有休息好都会让我们觉得好像吃不下饭，对吧？为什么呢？就是那个胃动力不足，你的太阳神经丛脉轮里的能量不够，去帮你去运化，帮你去就是把那些东西给它消化掉。比方说食物，我们不能直接从食物那里获取它的能量，我们要把它消化掉以后，再把这个能量释放到我们的全身，释放到你需要的地方，无论是动脑筋还是做这个体力活，是不是？所以我们讲到太阳神经丛脉轮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自我的内在之火的火源，它是消化之火，它是我们每个人内在的小太阳。好，那我们在讲太阳神经丛脉轮，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从这个脉轮把它移到这个里面这个比较小，我们看这个大的。那么太阳神经丛脉轮是什么呢？首先太阳神经丛脉轮是10个10个滑板，就是那个 lotus petals 大家可以看这10个然后呢组成了一个圆完满的一个圆，里面是一个三角，这个三角跟我们刚才讲那个海底轮那个三角不同，那个是地火，那个是我们的脊柱里的昆仑里尼之蛇，而这个火它是内在的火焰，熊熊燃烧它是不灭之火就跟太阳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太阳神经丛脉轮出现的光芒是金色的光芒金色如火焰的光芒，是太阳一样的颜色。好，这个是我们的太阳神经丛脉轮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选择到太阳神经丛脉轮的朋友，你们对自己的太阳神经丛脉轮有连结。我们来看一下你目前的一个太阳神经丛脉轮的一个状态。我们来通过我们抽到这个牌来看一下。OK， 那么这里呢，我们看到是熊猫之灵熊猫之灵，那么是熊猫当前这个熊猫的这个能量在守护着你的太阳神经丛脉轮。那么从这个能量里，我看到是连接到了来听这个太阳神经丛脉轮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当下太阳神经丛脉轮的能量呢是非常好的，是处在一个很平衡的状态，而且我觉得这种平衡是给人的感觉是消化很轻松的。当我们的太阳神经丛脉轮属于比方说转速很慢过于的疲倦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消化不良，没有精神没有这种我们所谓的好像觉得很无趣，觉得事情很难做不到对自己没有信心。但是当前的这个熊猫的能量，我觉得是你很轻松的觉得能够驾驭你目前生活当中可以面对的处理的事情，你觉得是很轻松的能够去在生活当中看到自己的信心，找到自我的价值存在的。所以我觉得这张牌我觉得这张牌就是这个熊猫的能量，我觉得是很好的去呈现了一种我们所谓的轻松自在轻松自在，并且是能够实现，能够达到心中目标这样子感觉。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呈现很好的一个呈现。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来到了这一组能量里，你们都应该为自己鼓掌，为自己，我觉得是从过去到当下走过的路，从过去到当下你们所经历的，所做的成长，所做的努力，应该是值得为自己鼓掌而骄傲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了。好，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太阳神经丛脉轮当前我们的这个来自宇宙要给你的一个讯号究竟有什么样子的讯息？我们来听一下。今天呢有3张塔罗牌给大家做一个连结。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当前你的太阳神经丛脉轮给出的一个重要讯号，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呢是的负。好，第二个。第二个是呢宝剑9。第三个呢是圣杯国王的逆位。看一下啊，当前你的太阳神经丛脉轮要发出的一个讯号是什么？好，这边呢有2个很重要的讯号呀，传递给这个当下选择到太阳神经丛脉轮的朋友吧。我们刚才讲过啊，当前其实我连接到关于你们太阳神经丛脉轮的能量状态是平衡的，我觉得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很轻松的，能够去帮你处理，帮你去完成你想要去实现的一些目标。大家也是可能觉得自己是不错的对自我的认同感也很强。但是呢，来自于你太阳神经丛脉轮里面它呈现出来的一个讯号在告诉我有一部分的朋友呢你们的实力你们的实力，你们的能力，你们的一个我觉得是天赋，可以去让你们走入新的大门可以让你们走入新的大门。我们生活呢，其实它是一个像一个螺旋一样的就是那种环路，它并不是直线的。我们在走这个生活里的旅程的时候，它其实是周而复始，周而复始，就像那个四季，春夏秋冬，每一年都是春夏秋冬，但是每一年都不同了，因为每一年你都长大了，每一年你可能都经历了不同的事情，哪怕同样都是在经历着四季的春夏秋冬，对吧？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这个愚人牌的逆位呢，我听到的是有一部分朋友你的太阳神经丛脉轮其实有帮你很好的去运化，帮你去处理你的事物，或者是处理你生活里的挑战和危机。但是呢，你有一个更加高级别的挑战更高级别的挑战其实是值得去争取、把握、经历，就有点像你有这个能力，但是呢，这个挑战你可能觉得因为各种原因你不想去挑战，或者是你觉得它可能有危险，又或者是你过于的谨慎，又或者是你有一点迟疑。那么我看到是你的太阳神经丛脉轮发出的讯号是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我的实力。当前愚人牌的逆位就感觉到有一部分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有可能就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有这样子的一个难关，它可能某种程度它激发了你，或者是刺激了你，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可能是它的危险系数，可能是它的这个背后的一些要做出的牺牲努力，也有可能是时间问题，或者是条件问题。我看到有一部分的朋友没有接这个挑战，没有接这个所谓的新的一轮生命春夏秋冬新的一轮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上升的螺旋，可能有一部分朋友没有接这个东西。那么你当前太阳神经丛脉轮传递出来的讯号是进一步的让你去放心。让你放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有这个能力，你要相信你自己的这个意志力，相信你自己的这个价值，可以去往上攀登。我们今天的熊猫的能量它也不是在树，就是在地上，它是在树里面，它是在树上面，就是挂着。很明显，这个熊猫是很有可能要往上爬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那个竹子的那个叶子就是越上面就越好吃嘛，对吧？越上面就越嫩。但是这个熊猫它可以选择就只停在这个阶段，就只停在这个高度去吃就好了，但是这个熊猫也可以选择往上走。所以我当前呢就是连接到这个讯号来自于你太阳神经丛脉轮里的讯号，是在鼓励和激励一部分的朋友。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或者是你曾经遇到过这样子的机会的话其实可以去再往上走一走。那么我们在讲往上走，今天我们是脉轮的能量具体的一个信息的解读。我们从
太阳神经丛脉轮上来啊，海底轮、腹轮、太阳神经丛脉轮，再往上走就是心轮。心轮啊，我们等会儿就会讲心轮。心轮讲的是什么？是关系，是我们的内心世界。所以我觉得有一部分的这个挑战或者是这个机遇，有可能是跟自我的能力不完全相关的能量。因为从太阳神经丛脉轮再往上走，它的这个能量就会不断的扩张，它的能量是先从自我的成型开始，慢慢的扩张，向外扩张，向上扩张，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所以当你的太阳神经丛脉轮已经完整，已经平衡，已经转得很好的时候，它代表着你可以继续向前去挑战。挑战可能是跟别人，对吧？挑战关系，挑战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全掌控的一些东西。给大家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去读书也好，你去学习一个技能也好，只要你肯下功夫，只要你肯花时间，你这个书可能就能读得好，或者是这个考试的卷子你就能做对，你的这个工作的技能你就能学到手，你就能够去拿到毕业证书。这个是你几乎100%一个人自己能够搞定的，对吧？你是100%，几乎是100%可控的东西。所以这个是自我的一个能量。通过这些学习和挑战，你已经完成了自我的一个认同，你已经完成了自我价值的一个认可了。可是呢，我们还有新的挑战，我们还有更高级别的东西。更高级别的东西可能是你只能控制一半，甚至是你能控制的更少。比方说情感关系，比方说人际关系，比方说你和大自然的关系，你和宇宙的关系，慢慢往上走就越来越高了，越来越难了，越来越不可言喻，不可形状，对不对？所以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当前呢，选择到太阳神经丛脉轮的朋友我是感觉到就是往心轮的方向去走，就有可能是跟人际关系有关，跟情感关系有关系。我们都知道感情它既可以是一个很滋润很滋养的东西，它也可以是一个很伤的东西。也许有一部分朋友就是因为觉得可能跟人处理关系很复杂，所以你不想去管，或者是因为你觉得说情感关系很伤人，所以也不想去相信。那么这种想法我觉得是一个很保守的能量，就是说你在保护自己非常好，可是呢当你去保守的时候，你也失去了很多的机会这个是能量所有的能量都是两面性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在探讨这个很平衡的太阳神经丛脉轮所带给你的这个讯号嘛。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张牌是愚人牌的逆位，那第二张牌呢是宝剑9。宝剑9这个牌其实我刚才有看到2次，第一次是正位，第二次是逆位。那么宝剑9这个能量出现在这个地方说明什么呢？我觉得有些朋友不甘心太阳神经丛脉轮非常的好，不甘心。不甘心什么？也许是不甘心你的能力和你的想法它不在同一个级别你能力很高，你自我的能力很高，但是真正你站的位置不在你应得的那个位置上，所以你有的时候可能会焦虑，有的时候可能会不甘心，有的时候可能会惊醒，有的时候可能也会紧张，甚至有的时候也会遗憾。那么这个能量可能就会我们等会这个很建议大家去往上看，就是看心轮的能量。我觉得它是有这种连接感的有连接感的。从太阳神经丛脉轮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很多很多朋友在这里，我觉得都是自己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的，就是自己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得很好的。但是一旦去向外，一旦去讲跟其他人或者是更大的圈子，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难度了，也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怎么那么难，或者是怎么那么的不容易，怎么那么的复杂，可能会有这种想法。而最后的一张牌我觉得是再一次推向了心轮的能量。我们最后的这张牌是圣杯国王的逆位。可能有些感情需要你表达，但是你表达的方式你自己可能都觉得不够好，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不够准确，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心里真的是怎么想的，也没有完全的去能够很顺应的把它说出来，或者是把它给流露出来。有的时候在压抑着自己的真实想法，那个真正的自我。而圣杯国王的逆位同时他也在讲，可能有一些时候我觉得这边有些朋友对于快乐的感觉不够强烈，
你对自己很有认同感，或者是你也很有安全感，你觉得自己很厉害，但是对于幸福的这个词语，真正的快乐这个能量的这种觉知不够强烈，那么这个能量需要你进一步的向上学习，就是往前走，进一步的去我们在讲延伸，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体会，那么去经历就有可能受伤，去体会去经历就有可能比方说遭到背叛，也有可能我们所谓的觉得自己好像跌了一个跤，对吧？失败了或怎么样。可是呢，如果不往前走，不去经历，我们就可能没有办法去获得遇见那个真爱遇见那个真爱。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无论是成也好，是败也好，你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寻找更高版本的那个自己，你才能够知道自己有多强，你才能够知道自己除了自我强大以外，你的心能够有多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选择，一个人生的一个不同的阶段和它的这个分岔路口，看大家怎么样去选。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停在当下，我们可以选择满足于目前，我们也可以去选择迎击新的未来，对吧？所以我觉得看到这里我看到这个能量，我是很想跟大家去channel 去连接这个我听到的讯息。我觉得这个太阳神经丛脉轮的强大和平衡，直接它其实打通的就是你的心轮，它在把你的能量往上拔，你需要在上一个阶段，上一个台阶去挑战，去接受。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熊猫，他说的是平衡。如何？他讲的是如何把平衡带入当前的状况，以及带入自己的内心世界。那么我觉得当前呢，就是如果你现在生活当中有一个状况，这个状况需要你去平衡，而这个状况里面平衡，我觉得是安全、自我安全和内心幸福的平衡，又或者是你的利益和他人利益之间的这个相互的一个我觉得相互的对比吧。只有你真正的愿意去相信相信自我，它同时激发出了的是一个强大的内心，才能够把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往前推。否则呢，我觉得这个能量会停在当下，停在当下没有不好，但是也没有很好，就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信号其实可能也是很多选择到太阳神经丛脉轮的朋友需要的一个鼓舞，需要的那一股力量和那股劲就是这个太阳的光束，它很强烈，它把你推向一个更前的地方，你需要去迎接它，或者是你要不要迎击它，这是你的选择这个是看看大家能不能对应，看看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类似的感觉但总的来说呢，太阳神经丛脉轮从我当前连接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恭喜大家非常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去讲心轮的能量了，所以呢我们就待会儿见啦。嗨，大家好，那这边呢是选择到心轮的朋友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能量宝石是这个孔雀石。心轮其实它有的时候在能量里面其实会用那个粉水晶，用的也非常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典型。但是呢，在我去连接心轮能量的时候呢我一直连接到的都是这个绿色自然的颜色。那么这个孔雀石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这种绿色所以呢，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绿色作为我们心轮孔雀石的代表好，那我们讲到心轮呢，首先来谈一下心轮在哪里。心轮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心的地方，心脏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心脏在左边，可是我们的心轮这个脉轮里面的心轮，它在我们的胸腔中间，就是大概是心脏的高度，但是会往右一点，就是在你的这个胸腔这个位置。因为我们整个脉轮它是一个直线下来，大家看那个脉轮的图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找到了正好是这个数，就是你看海底轮、腹轮、太阳神经丛脉轮、心轮，它是一条线嘛，所以我们的心脏在左边，但是我们的这个心轮在中间这个是我要跟大家说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心轮顾名思义，它管的肯定就是我们的心那么我们的心的能量最直接的能量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爱，心和爱。我们在讲心轮讲爱的时候，我们最
谈的最多的，平常我们在占卜里也经常说 open your heart， 打开你的心，是不是？那么打开你的心究竟是什么意思？它讲的是我们的心轮，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需要空间的一个轮子，它的旋转它需要空间。为什么需要空间呢？因为爱这个能量啊，心轮这个爱的这个能量，它需要空间去接收，它也需要一定的空间的储存去给予和释放。我们在讲爱的时候，爱的能量是什么？是接收爱，然后呢是给予爱，然后我们讲的是分享爱，对不对？爱是首先我们自己要有一定的东西，我们才能给出去。我们有了空间感，我们才能接受别人给我们的东西，别人给我们的爱。然后我们有了爱，对方也有了爱，我们干嘛？我们交换，我们分享。所以在心轮里面，它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能量，讲的是什么？是 relationship， 讲的是关系。因为爱这个能量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能量，它不是孤立自己一个人存在，它是要跟另外一个能量相互的去连接和互换。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们第一个出来的是什么？就是阴阳。平常我们讲的是不是也很多阴阳的能量，阴和阳。那我们讲阴阳，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心轮。首先呢是这样子的啊，心轮大家看这个绿色的吧，我们把它拉出来放这里，因为这个比较大。首先心轮是什么？12个花瓣啊，下面是12个花瓣，然后连接的一个圆。然后呢中间是什么？是2个三角形。看啊，一个向下，对不对？一个向上，2个三角形形成的是一个六角星 Star of David。 那么这2个三角形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一阴和一阳相互交叉在一起的合一。同时它还讲的是什么？它讲的是阴阳之间的能量交叉和互换，所以它讲的是连结。那英文单词当中合一的能量是 oneness， 那交叉连结，那么英文当中讲的是什么？ interconnection， 对吧？所以呢我们讲的这个心轮，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到心轮的能量其实跟我们连接还是很大，还是很多的，是不是？好，那我们讲了这以后呢，我们再来看心轮还有什么样子的能量。我们在讲啊，今天我们这个牌里面的心轮还有一个就是阴阳能量，还有个什么？就天地。我们在讲阴阳，对吧？阴是地，阳是天。我们今天的心轮是从天空之中啊，你看这个是在天空里面哇出来一个这个轮子啊，就是我们的心轮。外面是什么？天际和云朵。而心轮的能量是向下，是通向我们的地球的。所以这个能量里面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天地的相融。所以这个里面就有我们所谓的神性。阴阳连接在一起，神性不仅仅是阴，也不仅仅是阳，是阴阳相连，所以它有神性在里面。所以你看我们真的去讲心轮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感觉到跟我们平常讲的那些能量都能够穿插在了一起？其实我们讲的那些感情里的问题，特别是感情或者是情感疗愈，很多时候都是在讲跟心轮相关的能量和信息。好，那么我们把心轮先放一边边。那我们第二个呢要来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来讲的是你当前我给大家抽牌嘛，我连接到你目前心轮的一个状态，我们来看一下。好，那现在呢我抽到关于大家心轮的能量，我看到是袋鼠之灵。袋鼠作为你心轮目前的一个守护者，或者是他的一个我们在讲那个 gatekeeper 这是一个 portal， 这是一个传送门。我们看到了袋鼠，那么这个袋鼠呢，其实给我的感觉关于大家的心轮的能量，其实它会有一点，就是有一点怎么讲呢？我连接到就是说它是一个很活跃的状态，但是呢，它不够平静。因为心轮它除了爱的能量以外，它还有我们所谓的和谐 harmony， 它还有 peace。平和，这个也是心轮很舒服的一个状态。但是当前袋鼠的能量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活跃，但是我觉得它不够安定，代表着可能有这样子的一部分朋友，我觉得在你的内心世界里面，在你的心轮的能量状态当中，它是很活跃的，但是我觉得它不够的圆满，它有很强烈的一种需要，而这种需要当前没有被
很好的去滋养，或者是没有很好的被满足。又或者有一些朋友当前可能正走在心轮的疗愈之路里面，有一部分走在疗愈之路，有一部分朋友可能走在心轮的这种成长之路里面。成长之路代表着什么呢？可能你们的心轮需要通过一些学习来感受这个心轮的扩张。心轮的每一次，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通过的是经验和经历，去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内心的强大。这种空间感，因为我刚才讲心轮需要空间，这个空间的这种扩张的感觉是通过我们一次一次的去爱，一次一次的去给予爱，来实现它的扩张的。就好像你比方说救治了一个受伤的小动物，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行为它只是表象，而这件事情真正让你做到的是你的心轮的一种转动打开，让你看到也许那一天你心情不好，但是你却救了另外一个更弱小的动物，让你感觉到你的爱非常的充足。从这一个事情当中，你感受到了你是一个有爱的存在，你感受到了那种能够帮助别人，你内心所获得的快乐和平静。所以我们在讲，有的时候可能帮助别人的人比被帮助的人得到的还要多，可能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当前我看到这个袋鼠之灵守在大家的这个心轮这个地方，我感觉到大家的心轮需要更多的一种治愈，或者是需要更多的一种扩张，我们所谓的空间感。那么这个空间感需要你们去锻炼，培育自己爱的能力。爱的能力包括给予爱的能力、接收爱的能力和分享爱的能力。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呢，接下来我们来看来抽3张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心轮当前想要传递给你的重要讯号有哪些。我们来看一下。好，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宝剑国王。第二张牌，恋人牌的逆位。第三张牌，金币国王。好，我们来看一下心轮当前要传递的讯号是什么呢？那首先呢，我们刚才讲就是跟着我们刚才讲的，我觉得大家这个袋鼠之灵它所传递的是心轮当前它很活跃，但是呢它需要更多的能量的注入，或者是它需要扩张，它需要空间感来，我就是转动出更多的光芒那么我们的第二张牌是恋人牌的一个逆位嘛，这张牌呢我觉得是对应在大家的一个感情生活吧或者是说对于你爱的一个人之间，你们的关系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矛盾、危机或者是冲突，恋人牌是一个逆位的。在这个地方，有些朋友对自己的选择，对自己内心之所向，我觉得是产生了一种疑虑，或者是有这种焦虑的能量出来，恋人牌的逆位。因为你在和另外一个人有能量的互换，有能量的沟通，阴阳的能量，对不对？那这个能量也许你能够去掌控的只有最多 50%， 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这样讲共同这个关系里面，你希望的和你目前所拥有的状态，他们之间是存在一个区间值的，就也就是说当前你的这一个感情关系，它没有达到你理想的状态它没有达到你理想的状态，而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课题，它是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它其实我们再往前一张看，宝剑国王，它代表着你曾经做出的重要决定，你曾经做出的重要决定代表着你的选择，你选择了爱他，你选择接受他，你选择被他爱，以他的方式被他爱，你选择的是和他分享你的能量。所以这一切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你理性判断出来做出的决定，过去做出的决定，已经做出的决定，当下的一个呈现。那么当前呢我觉得这个星轮想传递出来的重要讯号就是如何去让自己做出的这个决定能够以最大的程度去完成你要的显化。我们最后一张牌是金币国王。那么我可以看到，我也可以感觉得到，就是这条路有挑战，或者是说你的这个选择它是有挑战的，你的这个选择它是有难关的，你的这个选择它是不容易的，因为有很多的事情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决定的。我们之前讲太阳神经丛满人，很多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如果我想好好做，我想好好学，我想好好的完成，我就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自我约束也好，自我努力也好来实现。可是星轮里的能量没有那么简单，它代表着自我能量和外界能量之间的融合，对吧？两个三角形，我们只是其中的一片，而对方它代表着另外一片，我们要把这两片能量融合到一起。如何的融合到一起，如何的让这个关系变得最好，那才是星轮里的真正的课题。一个人好，另外一个人好都不行，需要两个人加在一起好才行。所以当前呢，我看到就是这个讯息吧，带给了选择到星轮的朋友，我觉得它是一个慢慢的需要你去学习，慢慢的需要你去适应，慢慢的需要你去勇敢爱的过程。那么在爱的能量里面在星轮的能量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还有一个能量我刚才没有讲，就是原谅。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人无完人。我想很多朋友你们一定会有犯错的经历，这个犯错有的是故意的，有的是无心的，每个人肯定都会有犯错的经历。那么人无完人，你有他也有，所以在星轮的能量里，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原谅。原谅自己，可不可以原谅自己？能不能够原谅自己？做不做得到真正的放手放下？能不能原谅他？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能量里面其实它是有这种折射的，就是当你能够很好的去原谅自己，放下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能够从自己的这个放大镜里面去看到它，也许你也会有更多的能力去原谅它，放下一些东西。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放不过对方，或者是原谅不了他，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我们放不过自己，原谅不了自己。所以原谅的能量也是星轮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需要学会接受，不去改变，不去强行的控制，而是接受本身的存在，本身的样子。所以星轮其实它的能量，这个绿色是我认为跟我自己的这个practice 我觉得是最连接的。什么叫所谓的星轮的能量？其实是自然的能量，自然的一切，自然的存在，自然的消亡，自然的生长，这些都是需要爱才能接受的。所以同情心、同理心同样也是星轮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讯息。那么当前呢，我们来看最后的这个袋鼠，它讲的是勇气。爱需要勇气，对不对？我们这里出现了勇气。他说你现在呢正在被考验，你需要对自己有信心，你需要有信仰，相信这个未来，相信那个你理想的存在，并且要坚守自我的真理。你是谁？什么是你的信仰？什么是你相信的东西？什么是你内心的价值观？我们从太阳神经丛脉轮过来，什么是你对于这个关系里的一个相信？什么是对于你们未来的一个你的一个向往，你的一个念头？这些东西如果一旦在你的心中形成，尤其是你过去已经做了这个决定，那么你就要相信你可以拥有它，你值得拥有它。在这个地方，你就要在过程当中去学习爱。我们刚才讲星轮的能量，学习爱，学习不断的去让自己的星轮的这个空间放大扩大，让自己可以像天地一样。我们今天星轮又有天又有地，让自己是像天地一样可以去勇敢的往前，也可以像大地一样的去承载。只有自己的内心强大，我们才能够去承接更大的爱，以及连接和我们的爱同频的爱。大家去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好，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关于心轮的一个连结，希望这个能量呢跟大家是有对应的，也希望所有呢选择到心轮的朋友，祝你们好运，祝你们开心。那我们讲完心轮呢，等一会儿我们就来讲我们的上三轮啊，我们等会儿就会有这个喉轮、三眼轮以及顶轮的信息，那我们就待会儿见啦，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喉轮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个青金石爱心啊，这个石头好像我们在哪个地方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这种蓝色的啊。我们之前有那个青金石的石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这个是青金石。好，对应的脉轮，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从海底轮讲到心轮，现在我们来到蓝色的喉轮了啊。我们把这个放在这边，好，放在这里，喉轮 ，OK。好，那讲到喉轮呢，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喉轮啊。喉轮这个脉轮啊，它是在我们的喉咙的地方，顾名思义，就是喉咙这个位置，就正好是我们那个喉轮子的地方。那喉轮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样子啊。我们从这个脉轮拿到这边来会比较的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喉轮的样子，它的外围是16片那个莲花的花瓣，然后呢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圆。那里面的三角形里面呢也是一个圆，那么这个圆呢，它其实代表的是满月的能量。我们把它放在这里，可能看得更清楚。看一下，对，这里比较清楚，就是满月啊，这个圆形是代表着满月。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讲那个复轮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月牙，它是新月的能量。所以你可以看到脉轮啊，它是从下往上走。那么在复轮的地方，我们看到的是新月圣杯，对吧？里面代表着潮汐。那么我们来到了喉轮，我们的月牙从新月来到了满月，它的能量在逐渐的我们所谓的完满了，那变成了满月。那么到了满月这个地方，它我们所谓释放的能量不再是水了，或者是它所连接的能量不再是水了，而变成了声波。OK， 是声波。我们知道我们的喉轮其实它就是通过震动嘛，然后产生了那个声音。从新月到满月，能量的完满代表着我们从有了这种感觉，有了情感，有了这个觉知，有了这种感受，慢慢的我们也有了一个能量的出口，对吧？我们无论是感受还是我们去拥有自信心太阳神经丛脉轮、心轮，我们开始建立关系那么到了喉轮，就是我们开始有了一个能量的输出口。能量不仅仅只是被我们被动的吸收，而是我们本身就是频率的发生器。我们就是能量，我们就是发射出能量的那个载体。所以到了这个地方，满月，我们已经开始可以去通过我们把能量输送出去了。所以这个脉轮是非常重要的，喉轮它可以让我们去传递表达我们的声音。这个声音不仅仅是我们发出的声音，还代表着我们内在的声音。大家是否还记得在太阳神经丛脉轮、心轮这个地方，我们形成了我们内在的声音，这个是我们的想法，这个声音代表着我们的一个信仰，这个声音可能代表着我们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东西还不能发射出去，或者是不能够被别人接受到。那么到了喉轮这个地方，我们借助喉轮的这个转动，频率的转动，声波的转动，我们可以把这个能量传递出去，表达出去了。所以这个脉轮是输出口。那么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今天这个喉轮满月，它的背景是黑暗的星空，意思它代表的是我们的这个能量从黑夜之中光芒四射的传递了出去。我们的声音，我们发射出来的频率可以穿越时空，可以打破这个黑暗，所以这个能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我们在讲喉轮，它代表着什么呢？我们的沟通我们平常在讲喉轮，对吧？沟通交流自我表达内在的声音的输出讲出我们的真话我们要把内在的真相说出来。那么我们在讲喉轮，它是声频，它不仅仅是代表着说话，也代表着倾听，也代表着创作。比方说唱歌、画画、写作包括我们的这个运动还有舞蹈，其实都是在这个地方所呈现的。好，
讲完喉轮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呢，我想去连接，就是说，来听这一组牌的朋友，那么当下你喉轮的状态是如何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能量牌卡。今天呢，我们对应喉轮的能量啊，我抽到的是蛇之灵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灵性其实挺高的蛇之灵啊。那么这一条蛇它其实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黑暗当中的一条蛇，对吧？这个蛇它的能量背景是黑暗的，是黑色的，但是这个蛇的后面，你看这里还有很多的能量啊，包括这个深蓝色，其实我觉得正好也是对应的是喉轮，这个应该是三眼轮的能量啊。这条蛇，我觉得它能量非常的强，当前的这个蛇吧，我在连接的时候，我感觉到就是你的喉轮当前的信息能量是非常的，我觉得是比较的有很大的一股力量。但是这个蛇给我的感觉，因为它在黑暗中，它的能量是沉睡的，它的灵性很高，它的潜力很大，但是它给我的感觉是沉睡的，仿佛等待着被激活，仿佛等待着去做脱皮和蜕变。所以呢，从这个能量里面，我感觉到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去连接你喉轮的能量啊，点到这组牌的朋友，就是这一组想听喉轮的朋友，我觉得你的喉轮还有很大的潜力。因为我们的能量啊，它是一个轮子，它是一个转动，就好像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强、平衡还是弱，它其实是有周期性的，它不是直线条的。我感觉到很多朋友，你们的喉轮仿佛经历了一轮的蜕变，或者是已经有了它自己的形成，它的转速，但是我感觉到它在进入新一轮的能量的激活，它在一个起始点我们那个英文有一个单词叫 initiation， 它在这个启发或者是发源的一个状态，但是它不是起点的发源，它是另一个阶段或者是更高阶段的一个起始阶段，它在等待着你进一步的去相信自己，它在等待着你进一步的去激活自己内在的声音，它在等待着你去蜕变，去变得更好，让你的声音，那个更加真实的声音，勇敢的相信它，并且传递出去。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来听喉轮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喉轮其实非常的强大，很高的灵性，但是你们的喉轮可以进一步的去提升，你们的喉轮的能量，我觉得正在等待着你们去发掘它的潜力，发掘你的声音比你想象的美丽，发掘你的这种内在的一个表达比你想象的要更加的，我觉得是等待着被别人很多人看见，或者是被你自己先认同，然后传递出去。你要相信你自己的这一份，我觉得是灵感，你的这一份想法，只有当你更加认同自我的一个声音，你自我的一个表达，你的喉轮就将被你我们所谓的蜕变、转型、升级成功。好，那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你当下喉轮想要传递给你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啊。今天我们有3张塔罗牌来给大家解读一下你喉轮当前想要给你的一个重要的讯号啊。你的喉轮当前想给你如何重要的讯号和指引呢？感恩宇宙。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这里2张牌啊，来这张，圣杯10的逆位，然后呢是世界牌的正位，然后是审判的逆位。OK， 我感觉到刚才我讲过这个蛇，那么选到这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喉轮想要给你的一个重要的讯号，就是让自己勇敢的重生，让自己勇敢的蜕变，让自己完成这一次重要的转型。这一组牌的朋友你的喉轮传递给我的一个能量的感觉，或者是给你的这个重要的讯号，它在告诉我有一些事情过去发生的可能让你不开心，这个不开心的事情导致你不想发声，导致你不认同自己的声音，或者是导致你我们所谓的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好，或者是有一点否定自己，没有看到自己所谓的这个
最美好的那个点在哪里？因为有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在这个地方啊，过去可能经历了别人的否定，我这边看到圣杯十的逆位，可能经历了别人的否定，而且这个否定来自于你非常亲近的人啊，这个否定来自于你非常亲近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啊，其实在这个很亲密的关系当中，很亲近的这个关系里，比方说我们的家人呐、包括这个父母亲，包括亲密的那个恋人关系，包括跟孩子之间，就是他们有的时候说出来的话是非常容易触及到我们的内心深处的。好的关系啊，无论是父母关系也好啊，家人、朋友、恋人这种很近的这种人，当他们能够给出很积极的一个回应，或者是很积极的一个反馈的时候，其实我们会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幸运啊。那相对的，如果很亲近的人总是给出的是打压的或者是否定的讯息，某种程度上其实会牵制我们的成长啊，或者是压制我们的成长。当前呢，圣杯十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可能有一个很近的家人，可以叫家人了啊。那也许这个人跟你有血缘，也许没有血缘，但是我看到他跟你关系非常的亲密，非常的近，可能你们之间有不和谐的声音，或者是对方给出的评价和评论关于你的是负面的，是有一点否定的。那么这种声音导致你，我觉得是有一点像是把自己的声音盖下去了。今天的这个蛇给我非常强的能量是沉睡，就这个黑色的蛇沉睡，所以你的喉轮其实它有它自己的这个激活和转动的部分，但是我感觉到它不应该停于此。所以我觉得今天选择到喉轮的朋友，你们的喉轮信息，如果我们简单的去概括的话，我觉得它是稍微有一点弱的，它可以转动的更快，但是这个转动需要你的激活，需要你自己再一次的去相信自己，把这个声音，把别人的声音，我觉得是调低，把自己的声音调高。你看我们这里的第二张牌是世界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啊，我们的这个世界看起来它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对于你而言，其实你的世界是你选择的世界。也就是说，你选择听谁的声音，你选择是听别人的声音，还是听自己的声音？你选择的是相信自己，还是说因为这个人的评价而否定自我？你的世界，我们看这个世界牌，很多朋友，我觉得在你的真正的经历当中，你已经经历很多了。啊，你经历了很多，你体会了很多，你也走了很多的路。那么当前其实是一个需要去把你的经历和经验收缩或者是吸收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你的喉轮在告诉你，你要把过去的经历吸收。所以在这个地方需要你，我觉得是需要你平静，需要你真正的静下心来，去好好的感应喉轮的能量。一个是输出，但是也有在讲倾听。就是你倾听什么声音，就像这个声波这个频率一样，它非常非常多的这种频道啊，你把那个收音机打开，很多很多的频道，音乐的啊，历史的、政治的、新闻的、八卦的、娱乐的，很多。你要选择听什么声音，我觉得这是你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世界牌，你的世界你要做主，你的世界由你去做选择。只有当你把你的过去经历，也就是你的这个世界吸收、总结、归纳，成为自己的宝贵智慧，你就将完成这一次的蜕变。那么这个能量能帮你去激发或者是激活你的重生。我们这里是 Judgment 审判牌，它是一个逆位的。这张牌在告诉我，过去有一些经历，有一些经验的东西，当前很多朋友这边，我觉得你们需要进一步的去吸收它，不是再去经历，不是再去连接，而是吸收，去想一想这件事情它发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对于你而言，你应该怎么看待？你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去处理？而这件事情对自己的影响是什么？你从中可以学到什么？你从中可以吸收到什么东西？而当下对于这个事情的发生，你应该如何的去面对？如何让整个东西，整个你的人生经历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结报告，让自己可以整装待发，重新出发，去闯荡自己的天涯。你看这个 Judgment 孙悟空啊，金箍棒，我觉得这边很多朋友你们的能力很强的，你们要相信自己。但是我觉得新的阶段、新的旅程等你打开，而等你打开的这个路当前，就是你的喉轮，我觉得是沉睡，
未被开启的这个部分。总结，然后呢，勇敢的说出自己的真相，相信自己所相信的路，相信自己所坚信的一些体系，或者是你所相信的一些值得的东西。那么这个就是你的我觉得是这一段时间你的经历的总结报告。你的喉轮将会被你治愈，也将被你再一次的激活和激发，重新达到一个我觉得是很高频很平衡的状态。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蛇之灵上面的讯息。它讲的是昆达里尼 rising 就是那个我们在之前讲昆达里尼之蛇嘛，我们的脊柱那个蛇，它讲的是有形的生命体，它是在这个 rising， 意思就是它出来了它出来了，它不再是沉睡，它出来了。宇宙说，去连接你有创意的激情，还有你的这种感知的能力去欢迎人生的转型的到来非常的明显这边我觉得选到喉轮的朋友，你的蜕变，你的重大的改变即将发生，而你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准备好，然后呢，迎接那个更高版本的新的自己。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个喉轮的能量呢就讲到这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到一个三眼轮、眉心轮或者是第三只眼的能量那我们就待会儿见啦。嗨，大家好，那么这边呢是我们选到三眼轮的朋友的信息好，我们的三眼轮的能量宝石呢是这个紫水晶，我就先放到一边。好，那我们讲到三眼轮的时候呢，可能有些朋友会说非常的玄妙这个名字都听起来很玄妙，并且呢非常的陌生，可能用的很少。但是事实上呢，三眼轮的能量比你想象的又更加的离你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平常会不会有人会说你自己，或者是你会听到别人说他自己第六感很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怎么样，来自于第六感的一个感应，对不对？尤其是女生朋友第六感非常的强。那么这个能量就是你的三眼轮，所以三眼轮其实就是对应的我们的第六感。三眼轮在哪里？第三只眼在哪里？就是在我们的眉心之间。我们看那个三眼轮，我觉得我的记忆当中就是那个西游记的二郎神第三只眼就长在那个地方非常厉害，可以发射出一个非常强的光芒。所以三眼轮是什么？是光。我们其实讲到后面了以后，大家就可以发现我们的这个喉轮是声波，对不对？我们的腹轮是潮汐之水我们的海底轮是地火，我们的太阳神经丛脉轮是我们的内火，对吧？那么我们的这个第三只眼眉心轮，它是光，它变成了光它变成了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眼轮。三眼轮的那个样子跟其他的不太一样的。三眼轮呢，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到这里就是更大的这个图像可以看到，它是两个花瓣，左和右，它象征着我们显化和没有显化的一个觉知或者是大脑。那说简单一点，就是我们的显意识和潜意识，对吧？显化出来的显意识，还没有显化出来的潜意识。同时呢，这两个花瓣也是代表着我们的左脑和右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三眼轮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能量它非常的平衡，它非常的完整，但它们连在一起又是一个很完整的。所以当三眼轮的能量被同时使用到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它是代表着逻辑和想象力，文和理文和理，理性和非理性融合在一起。那么这个能量融合在一起以后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神的载体。其实三眼轮它代表着一个神的地方，或者是你也可以有些人就是说它是灵魂的座椅，就是你的灵魂就在这个地方，它是跟神或者是跟我们的宇宙相连的地方。我们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能量是我们的这个身体或者是我们的人可以理解的，但是你有一个更高层级的那个能量，你可以把它说为灵魂。那么这个能量就住在你的三眼轮这个位置眉心轮这个位置。所以呢，这个三眼轮我们在讲它的三眼轮的能量，它代表着什么？它代表着我们的直觉，
它代表着我们的灵性，对吧？它代表着我们的这个觉知，它也代表着我们的超感官的一个知觉，就是那种第六感，我能够千里就能听到，或者是很远就能看见。这个看见有的时候就不是用眼睛看。那么三眼轮还有一个名字是什么？就是心眼，用你的心去看，看那个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就是第三只眼的力量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第六感，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是三眼轮我们先放这边。那么今天呢，我们还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三眼轮的一个能量以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你目前三眼轮的状态是如何的今天我们要通过我提前帮大家收集的能量去抽牌，看一下你目前抽到这一组三眼轮的朋友，你们的三眼轮的能量是怎样的那么今天呢，我抽到的是 Dragon 龙，而且是飞龙。飞龙紫色的飞龙。我觉得这个牌真的是就像那个三眼轮可能帮我看到了这个能量的对应今天我们的这个飞龙也是紫色的它也是这个白光的一个白色光芒、紫色光芒、金色光芒这样子一个飞龙，它正好呢也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龙，它是一个很神奇的，因为毕竟我们在地球上，我们现在知道的是没有龙，对不对？但是呢，龙却出现在了各个国家、各个文化的一个童话故事里面龙呢也是代表着非常有灵性、非常有神性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灵体吧我不能叫它的动物，我觉得是灵体吧。那这个我们讲到龙呢，其实它就是说在这个特别是就是凯尔特文化里面吧，其实他是梅林，就大家有没有看梅林的传奇，就那个魔法师，就是他就是龙的守护者他就是龙的守护者，而且他是龙在地球的守护者。我们今天讲的能量其实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好，就是他都会把它带回地球他不是说只是飘在那个地方，我们要把这个能量带回地球。所以我觉得这个龙，我今天抽到这个龙，代表着你当前三眼轮的守护者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今天抽到三眼轮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灵性非常的高，灵性非常的高，而且我看到一股很强大的力量在守护着你们的三眼轮。这个强大的力量，这个三眼轮呢，第一个它的力量在于对你们的保护，因为当你的直觉能力很强，当你的灵性很高的时候，其实你是非常需要被保护的。因为灵性越高的话，其实也非常容易，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 psychic attack， 就是也容易被别人侵扰或者是侵犯。我们讲的这个侵犯是能量上的，所以你需要去保护好自己的能量不被侵犯，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我看到了这个飞龙的能量我就感觉到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守护着你们的灵性，在守护着你们的一个就是那种超感官的那种能力。当你们需要去使用的时候，当你们就是非常需要去看见这个看见我们所谓的是穿越时空的看见，不是用眼睛的看见，是打破物理的看见。当你需要去看见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抽到三眼轮的朋友，你们就是能够连接到一些用点第六感吧，再告诉你一些讯息，再告诉你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再告诉你这个东西能做还是不能做，再告诉你这个人是能信还是不能信我觉得有很多的保护的能量在这个龙里面。第二个呢，这个飞龙我也感觉到什么呢？我感觉到了一股很强烈的传送门。因为这个飞龙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它是在守护一个东西它在守护。大家看这个飞龙，它后面有一个这种梵语嘛，就像一个门一样，它就在这个门前面，它在守护嘛。第二个呢，我还感觉到什么呢？就是飞跃，就是感觉到这个龙是在天上，它是在动的，它不是固定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飞跃的感觉，这种动的能量让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抽到这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三眼轮其实非常的活跃。你们呢也有可能就是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你们也有可能就是比方说未来人，你们是很未来，就是你们有去过未来，但是你们这一生这一世是来到这个地方去，比方说有任务，或者是要去帮助某个族群，或者是需要去传递一个重要的讯息，你们是有使命的
你们是有使命的。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三元轮的能量，我就觉得有一股很神奇的很神秘的力量在这个位置很多朋友选了这一组。好，Anyway， 我们讲这个地方，我们先来抽一下牌我们来看一下你的三元轮要给你的一个讯号，来看一下。好，我们刚才这个牌已经出来了第一张就是 Justice， 你的三元轮要给你的一个讯号，第一张是 Justice， 第二张是金币皇后，第三张是死神逆位的。好，看一下你的三元轮要给你的一个重要的讯号是什么？首先吧，我就感觉到这个三元轮的讯号，第一张牌 Justice 就自己就出来嘛。这张牌在告诉我，就是一个判官的能量。很多朋友你们的直觉、你们的灵性很高的话，那么这个能量，我觉得它第一个希望你能够做到的是理性的判断，理性的去做一个决策。这个理性的决策不仅仅是帮助自己，也要服务于他人。你们的灵性或者是你们的直觉很高的话，其实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在于说，也许你们是肩负使命，或者是你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你们要去守护某一个族群，你们要去守护某一个东西，你们要去守护某一个信仰我觉得非常强这种守护的能量。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判官，就是你们必须要通过那种别人不明白的，但是却真实存在的第六感，强大的第六感，去帮助你们做一个很重要的决策和判断，来通过这个很重要的决策和判断去行动，或者是去显化。那么我们看到第二张牌，它讲的是金币皇后，这张牌是把你的能量带到地球。我们前面看到是三元轮，它是一个很高频的能量，它是光的能量嘛。那么当你从宇宙那边看见，或者是你的脑海当中的这个画面出现以后，这个信息就被你接收。这个接收完了以后呢，你需要把它带到地球，带到你的工作，带到你的家庭，带到你的圈子里。所以我们的第二张牌是金币皇后，你需要拿着这个东西这个宇宙给你的这个讯号，这个讯息，去把它告诉更多的人，或者是传递给更多的人，去引领更多的人。所以我看到一个很强烈的一个 leader 的能量就是这个leader 的中文是引路者，或者是一个领导。这个领导不仅仅是我们在平常讲什么官场的领导我觉得是在生活当中敢于走在别人前面，敢于肩负，敢于背起，敢于为人先这样子的一个领导。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选到这一组，你的三元轮要传递给你的信号就是你就是那个中间人吧，可以这样讲，就是宇宙和地球，你是中间人。宇宙可能有一些讯号要传递给某些人，但是这些人未必能够听得见听得懂，那么你就是中间的那个传送的那个人，你就是信使。因为你能看见，你能够明白，你能够接收到宇宙的讯息，这种高频的能量，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充当中间的那个人，把宇宙告诉你的东西告诉给更多的人，让他们也能够更加接近于他们的灵性，他们的觉醒。那么第三个能量是死神牌的逆位。这张牌我听到是就是你的三元轮在告诉你，你需要去半遮挡半遮挡的意思就是不能够把你的全部的东西就是很直白的或者是很公开的让别人看见。这张牌我连接到的讯息就是你需要挡着你自己。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就是在这边抽到三元轮的朋友，也许你是一个很注重隐私的人，也许很多时候你并不想让别人知道你的一切，你不想跟别人太近，你需要一定的距离感。这个距离感不是说你有意的去排他，或者是你有意的去隔离，而是我看到这边很多朋友，你们的能量在就是相当于你的第六感，或者是你内在的一个声音，就是在告诉你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所以很多朋友在这边可能都是我觉得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可能你比方说穿衣服很保守或者是你的这个三元轮的讯号也是在告诉你不要过度的去暴露自己的能量，尽量的去挡住，尽量的去有所遮挡，尽量的去
我听到是注意维护某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可能它需要一个距离，把那个有些东西就是放在后面，而你呢用另外一个样子去站在前面，从而可以充当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就是有一个距离，有一个空间可以让你去行使啊，挺有意思的。我这边连接到能量啊，这个死神牌给我的能量的感觉就是要挡着自己，要把自己挡好，要把自己遮好，要把自己保护好。你的三眼轮也需要你啊，有的时候我觉得这边我看到这个金币皇后嘛，就是在生活当中能够和大众人群啊玩到一起啊，说到一起，生活到一起。但是呢，当你的这个能量来到一个很高频，或者是你收到讯号的时候，你不能一下子全盘而出，一定要注意以什么样子的方式，以什么样子的速度，以什么样子的形式来传递和表达这些能量，保护自己，也让其他的人就是能够接收得了，或者是能让他们听得懂。OK， 这个是我连接到的一个讯息啊，挺有意思的。就是讲到那个往上的能量以后，很多东西它都会我觉得它是一种很强烈的直接的，就是接收，跟大家一起啊去连接这个三眼轮的能量，我觉得也是一个挺神奇的一个过程。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指引牌龙给出的一个讯号啊，它讲的是盖亚的大门呢，也就是说通往大地母亲盖亚的一个通道。所以你看这个神龙它所守护的是地球，所以我这边感到可能这边选到这组头的朋友可能是地球的一个我们所谓的那个地球的那个天使，就是你是天使，你守护的是地球，但是你又是天使你又是天使，你可能是未来人，你有可能是天使，你是来守护这个地球的，你很爱这个地球，你的能量很高，但是你要把你的能量放到地球之上，这个也是你要去修行和学习的。我们的小飞龙给出的讯息是去 access， 就是去连接地球的智慧。所以呢地球的智慧啊，它有它的这种频率，它有它的这种维度。地球的智慧呢，也有它很有特色的一些东西。那么我感觉到就是如果你是地天使，如果你是地球的守护者的话，那么我相信你在去连接频率高频的时候，你很爱你的那个维度，你很想回去的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在这边就是爱这个地球，和这个地球同频的去呼吸和生活，是你要学习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非常的享受，你也会收集到很多很宝贵的经验很多有价值的回忆。那么当你回到你的那个频率和维度的时候，这些东西既是你来到这一世的一个任务或者是使命，同时也是你来到这一世当中，我觉得是很宝贵很有价值的一个经历或者是体会，能够在未来非常的珍贵。好，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连接这个来自三眼轮的一个信息也希望这些讯息呢跟你有所对应，对你有帮助。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会进入到最后一个脉轮顶轮了，那我们就待会儿见咯。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顶轮的朋友。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顶轮这边我们所配的这个能量宝石是白水晶。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宝石可以对应在顶轮包括有些朋友也会用到那个紫水晶但是呢，在我的那个 practice 里面，我连接顶轮的能量呢，每一次都是用到白水晶所以这个白水晶跟我两个人之间就是顶轮的能量，每次都是它，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放这边。然后呢，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顶轮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这个顶轮。首先把顶轮顾名思义这个顶就是最上面，所以顶轮的位置在我们的头顶之上。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顶轮是我们7个脉轮里面的最后一个脉轮。那么我们前面6个脉轮，从海底轮开始到三眼轮，它都在我们的身体内部的地方形成一个能量的轮子，对不对？它还在我们的身体这个结构里面可以找到。可是顶轮就不同了，顶轮在我们的头顶之上，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身体结构了它已经不在我们身体里面了，它在我们的头的上方。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有的时候可能你如果不经意，比方说被别人摸了一下头干嘛，你会觉得很不舒服。为什么？
尽管这个头上方这个地方，对吧？它可能已经超出了你的身体，但是你的顶轮在这个位置。所以当有人想要摸你头，或者是那个手离你那个头顶很近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被侵犯的感觉，因为在这个地方还仍旧有你的能量磁场，就是你顶轮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位置。顶轮是我们身体头顶之上跟宇宙跟万物连接的一个轮子。在顶轮这个地方，它所关心的能量，它所连接的能量就不仅仅再是你个人了，而是在讲你和世界所有的连接。所以我们在讲顶轮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看到啊，顶轮我们一般去讲啊，它是什么含义，它代表着什么？其实它是我们的一种我们所谓的觉醒 awakening， 它一定是跟灵性有关的，它已经超越了物质，它是精神境界领域的一个能量轮子。那么顶轮它超越了我们的身体，所以顶轮也在讲着所谓的超越。有一部分的朋友啊，特别是可能这个学习灵性很长时间，或者是也是修行的朋友，你们会不会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就是很想出去的这个能量，这个出口往往会在你们的头顶之上，就你们的意识有的时候可能并不停留在身体。那么这个意识这个能量，你们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入定的那个状态里面，那个自己其实就从你的这个顶轮出去了，那也是从顶轮这边回来。所以这个顶轮有的时候大家如果冥想想要去连接这个宇宙能量的时候，可以想象成你的顶轮就像那个汽水的那个瓶盖大家喝那个汽水不是有那个盖子那揪起来，对不对？顶轮的这个盖子其实一般是揪上的，就揪紧的，那么那个气呢是出不来的。那当你去连接宇宙的能量，就好像是打开这个瓶盖，对吧？慢慢松，慢慢松，那个气你就看着咚咚咚咚咚往上跑。那如果你突然一下打开，那个气就轰的一下跑出去了，这种感觉。所以你去做冥想，或者是你去连接顶轮能量的时候呢，也是要很轻柔的要轻柔的，要慢慢的来。我们要慢慢的去连接，慢慢的去释放，慢慢的去感受所以有的时候你看顶轮如果开放以后，你可以很好的去连接别人，别人也可以很容易的进来找到你。所以我们在能量连接的时候，永远都是看两面当你打开的时候，你可以去感应别人，别人也能感应到你，所以你要小心要注意这个量这个度在哪里，是吧？好，那我们讲顶轮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顶轮呢，我们刚才看我们每次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往上，那是最后一个了。那么我们把这个小的这个顶轮能量拿过来，放到这个牌里面，看这个大的能量我们来认识一下顶轮。顶轮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跟我们之前的脉轮不太一样了我们在顶轮这个地方是什么？是1000朵白莲。1000朵白莲的花瓣在这个地方，那1000朵花瓣可能画不出来，但是大家可以感觉到它所形容的这个地方就是1000朵白莲围绕成了一个圆，那么这个圆中间的这个圆代表的是全月。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脉轮里面其实3次有见到月亮这个能量的这个对指第一次是在腹轮，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次是在腹轮，我们第一次见到月亮的时候是新月形成的圣杯，代表着潮汐，对吧？我们第二次看到月亮是在三眼轮，我们第一次看到满月，那么我们又一次看到的是全月全月，那么是在我们的顶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从三眼轮开始，其实这个月相它已经形成的很圆满了，非常的圆满。我们是1000朵白莲花围绕着这个全月，它代表的是超越身体1000朵白莲围绕着这个月亮，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能量是从宇宙这个地方散发出无穷无尽的光芒，这个光芒可以穿越宇宙，穿越时空大家可以看这个能量，对吧？宇宙那么这个顶轮是在干嘛呢？它其实就是在提醒着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前面几个脉轮都是让我们去成长，让我们形成自我，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干嘛。那么到顶轮的能量，它已经不再关注于我了，顶轮的能量是关注于我们和宇宙是一个整体，我们和
万物生命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的觉醒是要觉醒我们内在的觉知，我们内在的了解，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神性在哪里，我们要知道我们和神，我们和宇宙是同样的，是连接在一起的。就像我们讲，你是宇宙的孩子啊，你是地球，你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那种你可以无限的放大自我的时候，又可以把自己无尽的去融入我们的全世界、全宇宙？这个是顶轮所关心的，它是宇宙意识。好，那我们把顶轮先放一边啊，我们先放一边。然后呢，我们来看的是今天我为大家连接的这个能量，我们抽的这个牌卡，我要来看今天选到顶轮的朋友，那么你目前顶轮的状态，以及你的顶轮想要传递给你的重要讯号，当前是哪些？我们来看一下。好，那今天呢，我抽到的这个牌啊，是大象之灵。其实这个象给我的感觉就是神像啊，就神像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牌出来以后呢，我所连接到大家顶轮的状态，其实在告诉我，顶轮目前的状态需要你把它给带回来。我觉得这个能量其实是在告诉我，我觉得有一部分朋友，就是特别是今天选到这一组的朋友啊，尤其是你是选进来的，就是你不是从一开始听，如果你特别的选到顶轮这个能量的话，其实我会觉得你的顶轮目前的状态是有一点过于活跃的，就比较的转速很快，非常的活跃。那么这个活跃的能量呢，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在讲脉轮的时候，其实这个脉轮最健康的状态是平衡的状态，转得太慢，转得太快啊，都不是特别的，我们所谓的啊，它都是有一点失衡的状态。我们要把转得过快的状态调整到刚刚好，我们要把转得过慢的轮子把它激活，把它调整到刚刚好，所以平衡。我们在地球上能量总是有阴有阳，但是呢，平衡的状态，合一的状态是最好的。那么今天我看到就是你顶轮的这个能量，我觉得是稍稍有一点过快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我看到大象之灵出现在我们的这个位置，是把你的顶轮的能量把它带回地面，拉回来，拉进来，往下拉一点点，而不是往上继续飞跃。那么如果顶轮转得非常快的时候，刚才我其实有讲过一点点，就是它打开那个汽水瓶盖啊，转得很快，空一下子那个气就跑出来飞出来，它会让你很想走，很想离开当下。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就是抽到顶轮的朋友会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地球，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很多时候啊所感兴趣的、所关心的远远超越吧，我们所谓的这个凡夫俗世，就是超越了我们平常会感兴趣的，人类会感兴趣的一些东西。也许你会对一些事情特别的不屑一顾，或者是对于有些事情你完全提不起兴趣，因为你可能觉得那些他们所关心的、所追逐的东西根本就毫无意义。而你想去看的，你想去了解的东西，远远在这个地球的频率之上。所以你可能会对神学，会对玄学，会对占星，会对宇宙的一些事情啊，包括这个天文物理学呀等等啊，量子纠缠可能你会对这些主题很感兴趣。而对于俗世里的吃啊、喝啊、玩啊，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的感兴趣。而有的时候，可能特别是当你的顶轮过于活跃的时候，你甚至想离开这个地球，离开这个身体。那么在这样子能量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你会非常敏感的去连接到宇宙的讯号、宇宙的频率，但是每一个能量都有它的另外一面。那么它的另外一面就是在说，可能有的时候你会没有很好的生活在地球之上。给大家举个例子其实顶轮最厉害的一个地方是能够把你的这个能量，把你的这个打开顶轮连接的能量用在我们的地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的这一生，你的这一世来到了地球，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证据，说明你选择了这一世在地球之上，你就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在地球之上去完成，以地球的频率去把它表达或者是显化出来。所以地球的能量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当前我看到你的这个顶轮的能量，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状态它所传递的讯号也是直接相连的，就是要让你回来。如何把你的这种感兴趣的话题，你真正想去做的这个事情，在地球上得以最有效的表达。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值得
你去思考，值得你去我觉得是好好的去想一想为自己想一想，也为你的那个想去连接的他们去想一想。可能有的时候你想做的那些事情，其实真的是我们地球非常需要的你要想着如何去把两个能量，我们在讲顶轮在我们的身体之外，如何把你能够连接到的宇宙的讯息，把它带回到你的身体，从你的身体传递给世人。好，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牌我们今天有给大家就是选抽3张塔罗牌，一起来传递这个重要的来自顶轮的讯号。我们来听一下。感恩宇宙。好，我们来看一下选得到顶轮的朋友，那么来自顶轮这边的一个重要的讯号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感恩宇宙。第一张牌圣杯6。好。第二张牌吊人。第三张牌权杖5。好的好的，对，我们来听一下当前你的顶轮要传递给你的一个重要讯号有说什么内容呢？首先我听到的是很多选到顶轮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在你们的能量里，或者是在你们的潜意识里，当前有非常强的一种怀念过去式，或者是在纠结过去式里的一些信息。有一些朋友当前呢，我看到你的前世就是我们所谓的你之前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形式，可能你并不在地球生活，也许你之前是在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你来自于雷姆尼亚，来自于亚特兰蒂斯，那么在这些高频率高度文明的国度里面他们所生活的状态，所关心的主题可能和我们的地球是大不相同的。那么你的熟悉的地方，因为你曾经来自于那里，生活在那边，所以你对这些我们所谓古文明或者是高度文明高度频率的东西是非常熟悉非常有感觉的。而来到我们的地球相对频率低一点，那么也许你对一些事情就是没有那么感兴趣，或者是觉得非常的陌生非常的陌生。那么我看到你当前顶轮所传递过来的讯号是希望你能够冷静，就是当你焦虑的时候，我们在讲什么时候会焦虑，可能就会想到一些不是当下的能量，比方说过去或者是未来因为在我们的时间节点里面，我们现在所能够理解的在地球之上是一个线性的感觉，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目前你顶轮所传递的讯号是让你能够静下来，一定要静，心如止水般的静。顶轮的能量我们在讲，其实只有静下来的时候，你才能够去真正的转动和调节到你最需要的频率。宇宙之大，什么样子的讯息都有，可是你不能所有的都接收，因为你会承载不了。你要去接收是和你当前最有对应的那个讯息和能量。所以当前我看到我们的第二张牌吊人，一个非常安静的沉静的状态，而且呢，在这里我觉得你的顶轮也通过这个讯号让你能够去以另外一个角度去想，或者是去思考你的内心当中的，我觉得是一个冲突我最后的这张牌是一个权杖5的逆位，我感觉到是一种冲突。我刚才讲过，也许你曾经的那个国度，你曾经的那个文明和我们的地球的文明和频率是大不相同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可能你会感觉到强烈的一种冲突感、违和感、矛盾感，可能融入不进去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地球里的一些东西。也许你可以，你知道你自己可以，但是你不愿意，或者是你找不到一个原因跟理由来说服自己变化，或者是适应。所以当前呢，我看到顶轮就是这个选到顶轮的朋友，你们的能量需要你们去静养，需要你们去我觉得是很冷静的去沉下来，并且要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你内心的矛盾冲突如何去化解。有的时候awakening， 我们所谓的觉醒，想通了，领悟了，就在一瞬之间。而你目前的顶轮的能量就是希望你能够做到，他希望你能够了解和明白，你是选择了这一生这一世来到地球，
并且他想告诉你，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因为你的顶轮是和宇宙大同全部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你绝不是一个人。你今天所能感受到的冲突和矛盾，其实正好，你要这样想，它正好就是宇宙安排的一部分。宇宙是在奏一个庞大的交响乐，我们每一个人的能量都刚刚好的在那个位置之上，我们是这个强大交响乐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个音符，我们一起去创造出这个美好的美妙的交响乐，对吧？让我们的地球可以完成它的这个提频，让我们的地球可以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你的顶轮需要在当前给你的重要讯号是，你是有被指引的，你的顶轮，对吧？你是有被指引到的，你也是别人的指引，你是有被支持的，你的顶轮和大的宇宙连接在一起，你是宇宙的孩子，你是宇宙的信使，你是有被支持的，同时你也可以支持别人。而且这股力量啊，是有的看得见的，有的是看不见的，尤其是对于看不见的能量，我相信很多选择到这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应该是很有感触的，对吧？我们要打开这个所谓的对未知或者是不能解释的东西的一种信仰，这个是你的强项，这个也是你需要去当前在宇宙这个评论里面去修的一个课题。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大象守护之灵呢给出的讯号有什么？ Grounding 这张牌的能量就是在讲接地，稳定下来，稳固，稳定你的能量，稳定你的情绪，在地球之上。也就是说，这个能量和频率还有你的情绪要在地球的这个频率和维度里面稳定。我是感觉到就是选择到这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转速过快，过快的能量来自于你们前世的那种不一样的国度，不一样的那种频率啊，那个才是你熟悉的。就好像你之前不是这个人类，可能你是外星人，对吧？那么你对外星人他们所关心的主题、关心的话题非常的熟悉，而我们的地球人类所关心的主题跟话题，你是生疏的，你是来体验的，你是来学习的。所以这种生疏的感觉或者是矛盾的感觉，你要知道它是为什么，你要知道它的原因，也许从这个角度能够改变你的一个想法和态度，能够改变你的一个看事情的角度，那么能够更好的帮助你融入这个地球，在地球之上，在这个频率和维度里好好的生活，感受你在宇宙安排之下的这个交响乐里面的这个乐章，这个部分它的主题，它的美妙。好了，那这里呢就是选择到顶轮的朋友，今天我们所为你们连接来自顶轮的一个讯号，以及当下你的顶轮的一个状态。那么希望这个能量还有这一次的连接呢，大家可以喜欢。那么我今天呢就讲到这边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